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这里专注解读范式转变集的科研成果。哈佛、苏黎世大学和慕尼黑工大的联合团队在《自然通讯》上发表了最新发现，他们揭示了大脑急速适应环境的底层算法。神经元无需改变物理突触连接，仅靠在毫秒级调节信号增益，就能让编码网络瞬间重塑。这一成果突破了传统突触可塑性的时间限制。这种急速的重构能力遵循着经典的高效编码原理。由于现实世界的环境刺激是不均匀的，大脑为了用有限资源实现精准感知，会将最密集的神经元分辨率优先分配给高频出现的事物。因此，编码网络必须时刻重塑，以适应当前的环境分布。然而，在资源分配的实践中，神经科学界遇到了一个著名的世纪矛盾。首先是先验吸引现象。当环境维度变窄时，神经元资源会向中心高频区密集靠拢。但在适配器排斥现象中，长期接受同一种重复刺激后，神经元反而向外散开。同样，面对高频信号，大脑为何会产生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物理形变？这一直是未解的难题。为了厘清谜团，我们首先剖析先验吸引的内部机制。在宽泛环境中，神经元各自为战，其感受也平缓地覆盖着广阔区域。一旦环境规律发生收窄，也就是转为狭窄先验，神经元就会迅速抛弃边缘，向核心高频区域密集收缩。大脑通过这种阵型调整，确保最密集的计算资源永远驻守在发生概率最高的核心地带。先验吸引，相反，当面临极度单调的重复刺激时，会触发适配器排斥现象。在猫和猕猴的初级视觉皮层实验中，科学家观察到了复杂的阵型散开，靠近重复刺激源的神经元，其最敏感区域会向外发生位移，此时呈现出独特的形变。离刺激源越近，其反应曲线就越宽；离得越远，曲线反而越窄。这种向外排斥的生理机制，构成了大脑主动逃避冗余信号的物理基础。那么，大脑究竟是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这两种阵型切换的？传统理论通常归因于突触可塑性，认为是通过物理改变神经元连接。然而，这种物理重构往往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与之相反，生理观测表明，真实的阵型切换仅需几十毫秒。这直接否定了物理重新接线的假说，证明大脑必然在使用某种超级开关，在连接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急速调节。这一破局之法被称为增益自适应循环网络模型。在该模型中，作为硬件的突触连接保持绝对固定，而神经元对信号放大的倍数，也就是增益，则作为软件在毫秒级动态变化。这就如同瞬间旋转了调音台上的音量旋钮，使得网络无需任何物理重连，就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重构。那么，这种增益调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整个过程主要分为3个步骤。首先，网络会接收到基础感知的馈入信号，随后系统对不同神经元施加非均匀增益，此时高增益节点会成为强烈的引力源。最后，经过循环网络的内部拉扯，任何神经元的反应曲线都会被自动拉向那些增益最大的同伴。这种动力学交互构成了反应曲线瞬间漂移与形变的物理基础。研究团队为该模型设定了精密的底层参数。在仿真计算中，网络共采用了801个神经元节点，其时间常数被设定为 0.01， 这极小的延迟赋予了网络闪电般的响应速度，同时内部连接强度高达 0.95， 在临界点以下最大化了信号牵引力。此外，尖峰成本系数被精确设定为 0.5， 用来权衡每次神经冲动的能量消耗。这套精密构架奠定了网络急速运行的基础。那么，这套精密参数在为谁服务？答案写在这个万象归一的公式中。该公式的目标是求解最优增益，让误差与能耗的总和达到最小。这里的字母 L 代表感知误差，要求网络必须精准反映外界环境，而字母 C 代表能量损耗，用来约束每次放电消耗的葡萄糖。这套双重优化法则逼迫大脑在感知精度与生存成本之间寻找最完美的绝对平衡。为了验证该理论是否符合人类的真实表现，研究者设计了巧妙的猜点点实测实验。在测试中，受试者只能观看500毫秒的闪烁点云，并需要迅速猜出屏幕上的白点数量。实验的关键在于，每一轮都会随机切换告知环境的范围，例如50到70个的窄范围，或者30到90个的宽范围。
该设计旨在验证人类大脑能否在几秒钟的极短时间内，针对不同宽度的环境重新分配神经资源。实验结果非常惊人，大脑的表现堪称顶级精算师。如图所示，当环境宽度从10或者20扩大到30时，人类猜测的误差方差呈现出近乎完美的线性上升。这一实测数据与理论计算的成本优化模型严丝合缝。这表明，面对频繁变动的环境，普通人的大脑确实能在秒级完成资源的种配。利用增益自适应模型，我们现在可以轻松破解鲜艳吸引现象。当外界刺激呈现中间多两头少的正态分布时，模型的优化算法计算出了最优增益分配。方案指出，大脑应把神经元的增益在中心区域调至最高，这会在中心区域形成一个巨大的引力圈，为随后反应曲线的向心漂移提供了核心动力。这种引力效果在视觉上表现得非常直观。图中的虚线代表原本均匀分布的感受野，而发光的彩色实线则展示了被中心高增益牵引后的状态。可以看到，原本分散的阵型向着高频中心发生了剧烈的收缩，这与生理观测到的鲜艳吸引完美契合。但是，如果环境变成极端的单一重复刺激，大脑又会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接下来，我们将探索适配器排斥发生的极端场景。在物理上，神经元在极短时间内会受到同一信号的连续轰炸。在数学上，这意味着鲜艳分布坍缩成了一座极其尖锐的孤峰。面对这种冗余且没有新信息的信号，如果继续把有限的感知资源堆积过去，显然会造成巨大的能量浪费。大脑必须采取截然相反的分配策略。为了在极端轰炸下实现最优计算，模型计算出了一个反直觉的最优方案。这就是呈现在图中的紫红色 M 型增益曲线。在冗余刺激的尖峰中心，大脑直接调低增益，形成 M 型的双峰，用来积极搜寻新信息。这种精妙方案完美实现了低误差与低能耗的统一。明确了 M 型曲线的设计后，排斥现象的物理逻辑也就迎刃而解。我们需要记住网络交互的铁律，那就是神经元感受野总是被增益最高的地方吸引。既然此时的最高点已经转移到了 M 型曲线的两侧双峰，那么靠近刺激源中心的神经元自然会被这两侧极高强度的引力猛烈拉扯。由此可见，所谓的排斥根本不是大脑在逃避，而是神经元在追逐两侧新建立的引力中心。令人惊叹的是，该模型甚至完美预测了生物实验中极其细微的感受野形变。对于靠近适配器的细胞，由于受到两侧双峰的同时拉扯，其感受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变宽。相反，那些远离适配器的细胞在单侧引力的强力聚焦下，感受野反而呈现出明显的变窄。这种纯粹由第一性原理推导出的结论与最细微的活体实验观测完全吻合。曾经困扰学术界的世纪矛盾，在这里终于迎来了终极大一统。当我们面对宽泛的常态分布环境时，网络会自发产生单一导 U 型的中心峰值，将所有曲线向内聚集，形成鲜艳吸引。而当遭遇极端重复的尖峰轰炸时，网络则演化出避开中心的 M 型双峰，将曲线拉向两侧，形成适配器排斥。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现象在底层完全是一脉相承，只为了在物理上践行高效编码的至高法则。这套优雅的数学模型在真实的活体实验中得到了完美印证。针对排斥位移峰值，模型预测为 5% 至 13%， 对应了猕猴视觉皮层 2.5 到10度的实测。同时，预测的远端微弱吸引为 -6%， 极为贴合猫皮层实测的 -5%。最震撼的是，整个计算没有进行任何后期数据拟合，仅依靠第一性原理就完美复刻了大脑的精密运转。那么相比物理上的重新接线，大脑选择调节音量为何更加伟大？因为相比漫长的重构排线，增益调节拥有3大核心优势。第一，它能实现毫秒级的急速响应，在面临危机和猎物时绝不错失良机。第二，它不破坏硬件基底，保护承载记忆和技能的突触网络毫发无伤。第三，它支持随时回滚，异常环境一旦消失，就能瞬间恢复基础设定。这正是碳基生命在漫长进化中写出的一段最优雅的代码。这项2026年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刻揭示了生命算法的至简之美。仅依靠一个误差与能耗的最佳平衡公式，网络就在同一套硬件基底上完美统一了鲜艳吸引与排斥这两种相反现象。
这证明大脑无需复杂的切换装置，一条法则即可演化出万千变化。这一启示为类脑计算指明了新方向。下一步，跟踪并实践这种增益自适应网络算法，将是低功耗人工智能硬件领域极具应用潜力的关注焦点。